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ast Lifestyle 的 Cathy。元宵节到了，那么我们今天来分享如何滚元宵和做健康好吃的汤圆。今天会用到日式的 Mitarashi Dango 玉手洗团子来改良我们的汤圆，因为加了豆腐，所以它有增加蛋白质的营养，那老人小孩吃都很适合哦。还有我们今天要来做容易又好玩的滚元宵，那么我们一起开始咯。今天汤圆和元宵的内馅，我们准备了黑芝麻和花生馅。现在来打花生馅，首先将花生和糖一起放入搅拌机中搅拌。花生搅碎之后，将奶油全部倒进去，一起搅拌。打完之后，将它放入冰箱冷冻，大约1小时。黑芝麻也是一样的做法，在这边我们就不重复了。现在我们来做汤圆，这是糯米和豆腐的结合，它的日式名称是 Mitarashi Dango， 因为加了豆腐，让汤圆增加了蛋白质的营养，口感糯糯 QQ 的，不输纯糯米的口感，而少了很多糯米的热量。今年吃汤圆更加安心和健康咯。搅拌时，因为取决于豆腐的含水量，若觉得水分不够时，可以少量的加些水搅拌粉团。成团之后，用湿布盖上。这时取2小团面团，每一个面团约15公克，放入滚水中煮熟它。这就是我们称的粿菜。取出粿菜之后，把它放入面团之中，再将它们揉搓均匀。加进粿菜之后，它可以让面团更有弹性和韧性，而且这样包的汤圆，煮的时候比较不会裂开。将花生馅和芝麻馅从冻箱取出，分割成小块，大小你们可以自己决定。我这里分割的是每个12公克左右。分割好之后，将它用保洁膜包起来，继续放回冻箱冷冻备用。现在来整理汤圆的面团。将面团分割成每颗20公克的小面团。现在我们来包汤圆的内馅。首先包的是花生，
现在包的是芝麻馅儿。接下来我们要来滚元宵咯。现在画面上是做元宵需要用到的工具。将冷冻的馅儿放进糯米粉内，然后开始摇动盆子。摇到馅儿挂不上粉了，就将馅取出。将它放在滤网内泡一下水，立即取出，再倒入糯米粉内。如此重复5到6次，或者是7到8次，看你想吃皮薄或者皮厚的元宵而定次数。你们可以看到画面上这个小花生馅儿摇着滚着，它就变成这样大颗的元宵了。元宵当然是现做现吃最好，如果你要多做些放冰箱，要放冷冻柜而不要放冷藏哦，因为放冷藏会裂开，但放冷冻柜就不会。将剩下的糯米粉过筛，去掉结块的颗粒之后，将它装起来，短时间之内可以重复使用。煮汤圆咯，水滚后加入汤圆，煮到汤圆浮上来之后，就可以捞起来咯。现在捞上来的是没有包馅的汤圆，捞上来之后，趁热加入黑糖或椰子糖，搅拌一下，让糖融化。之后再加上一些花生，这是妈妈的味道。小时候每到冬至时，妈妈都会做这道好吃的汤圆让我解馋。美食和味道是有记忆点的，对游子来说，妈妈的味道是乡愁，也是思念。现在下锅的是元宵。元宵和汤圆虽然做法不同，其实吃起来的味道是差不多的。当然，因为元宵是纯糯米粉做的，它 Q 弹的程度当然比加了豆腐的汤圆还要 Q 弹。一样是浮起来之后就可以捞起来了。我煮了一些红糖姜汁当汤底，当然你也可以用红豆汤或者是酒酿，都是很好的元宵汤底。试吃时间到咯，现在吃的是花生汤圆，这个加了豆腐的汤圆真的是很好吃哦。这个是传统的芝麻元宵，这个是妈妈味道的汤圆。今天的豆腐汤圆和元宵就分享到这里。做影片还蛮辛苦的，请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
分享出去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开启小铃铛才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哦。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